你知道吗？在澳洲居然有一群野鸟成了纵火犯，这可不是天方夜谭。澳洲因为地理位置和气候原因，常年干旱，火灾频发。在之前的20年里，有近66万7000公顷的森林被烧毁。2019年7月的那场山火持续了4个月，烧毁了约3000万公顷的土地。这场大火让人们怀疑是不是大自然对人类破坏的报复。然而让人惊讶的是，在火灾现场竟有大鸟从烈火中飞起，嘴里携着干木往有火源的地方投。这些鸟就是笑鸢，一种中型猛禽，身长50到60厘米，体重1斤左右，展开翅膀可达1.2米。它们以兔子为食，会通过纵火的方式逼出洞穴中的小动物。有人说想把这些鸟消灭掉，但实际没有那么简单。会纵火的鸟有很多种，而且它们大多是保护动物，特别是笑鸢对控制澳洲野兔泛滥起着重要作用。在这种时候，我们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保护自然，不是一味的指责这些动物。鲑鱼的洄游路堪称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之旅，生存几率仅仅2%，可它们为何执着的非要回家产卵呢？它们到了繁殖季节就会开启洄游之旅，向着自己出生的淡水河流进发。一路上它们要越过一道道瀑布，而且河流中还有众多天敌的虎视眈眈。熊会在浅滩处等待抓捕鲑鱼，据统计，在一些鲑鱼洄游的河段，被熊捕获的鲑鱼能占到总数的10%左右，还有鸟类也会趁机掠食。鲑鱼为何如此执着？这是因为它们的本能。鲑鱼出生的河流环境有着独特的气味、水流等特征，这些信息被鲑鱼幼鱼时期就深深印刻在记忆里，并且淡水河流的环境相对海洋更有利于鲑鱼卵的孵化和幼鱼的成长，比如水温更适宜，水流较缓，能减少卵被冲走的风险等。尽管面临重重危险，鲑鱼依然遵循着古老的本能，踏上这条充满艰辛与死亡威胁的回家之路，只为种族的延续。最有松弛感的动物水豚，居然还是动物界的交际花，堪称动物界的神奇存在。它体型较大，成年水豚体长可达1米多，体重能达60千克左右。水豚的松弛感满满，总是一副淡定模样，这源于它缓慢的新陈代谢，心跳每分钟仅约60到100次，且消化系统特殊，能从高纤维的植物中高效获取能量，无需为食物奔波忙碌。而它交际花的特质更是令人称奇，它性格温顺，对其他动物几乎毫无攻击性，猴子、鸭子、小鸭等各类动物都愿意与它亲近。这是因为水豚的粪便含有丰富营养，像未完全消化的植物纤维、维生素等，对其他动物来说是美味的零食，吸引它们前来。水豚也不介意与它们和谐共处。中华鳖这一古老而独特的水产养殖品种，蕴含着不少经济奥秘。一般而言，一亩池塘可投放约1000到1500只中华鳖苗。在养殖周期方面，从鳖苗到可上市的商品鳖，大约需要1到2年的时间。从成本上来看，鳖苗的采购成本、饲料费用、池塘租赁以及日常管理开销等加起来，1亩地前期投入大概在1到2万元，但收益却相当可观。市场上一只中等大小的中华鳖能卖到几十元不等，若养殖顺利，1亩中华鳖的销售额可达3到5万元，甚至更高。中华鳖的养殖效益还与品质息息相关。科学投喂鲜活饵料，如鱼虾、螺蚌等，能提升鳖的肉质鲜美度和营养价值。而且中华鳖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其鳖甲是传统中药材，这也为其附加值增色不少。随着人们对健康养生食材的追求，中华鳖的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只要掌握好养殖技术，合理控制成本，养1亩中华鳖无疑能为养殖户带来较为丰富的回报，成为水产养殖领域中颇具潜力的致富项目。你能想象有一种羊长得奇丑无比，但却因能产出高品质羊毛而备受各国青睐吗？它就是大马士革山羊。大马士革山羊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脑袋大，额头有疙瘩，嘴巴突出成地包天，眼睛还像翻白眼似的，耳朵又长又耷了，看起来就像个外星生物。但可别小瞧了它，产出的羊毛品质极高，据说一只品质好的大马士革山羊售价高达45万元甚至更高。尽管价格昂贵，但仍受到许多国家的欢迎，除了法国之外，各国都抢着进口。这是因为法国有着自己独特的优质羊毛品种和成熟的羊毛产业，对大马士革山羊的需求相对较小，而其他国家则看重其羊毛的高品质，用其羊毛制成的纺织品，如高级定制服装、高档毛毯等，往往具有柔软、舒适、保暖等优良特性，在市场上深受消费者喜爱。2023年，云南普洱一位村民在牛圈发现了现实版牛魔王白只野牛。白只野牛曾因栖息地缩减等一度绝迹，如今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以庞大的体型夺得世界上最大的牛桂冠，体长250至330厘米，体重650至1500公斤。白只野牛有黑褐色皮毛，头大沉，额顶隆起有毛发，鼻孔粗大，眼神警惕，还有一对坚硬牛角和垂在面部两侧的大耳朵。它四肢下部有白色，像4双白袜子，后肢爆发力强，
野外极少有天敌。白质野牛喜欢群居，栖息在热带或亚热带山林，是素食主义者。清晨和傍晚觅食，食量极大且进食鲁莽粗暴。它性情暴躁，警惕、易怒、狂暴，实力强悍，连老虎都要绕道走。吉林珲春出现一只盒子，去喝水时遭遇东北虎，靠装石头躲过一劫。盒子属于犬科动物，外形似虎，体小而粗，体高38.1到50.8厘米，体长50到68厘米，夏季体重4到6千克，冬季体重6到10千克。它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小型啮齿类为食，也会捕食鱼、蛙、蟹等，还吃植物性食物。而东北虎作为森林中的顶级猎食者，视觉、听觉和嗅觉都十分敏锐。据研究，东北虎日常捕食更倾向于大型的有蹄类动物，如马鹿、野猪和狍子，这些动物能为其提供更充足的能量。盒子此次装石头躲过一劫，充分展现了它的机智。在面对危险时，它没有选择逃跑，而是趴在草丛中一动不动，利用自身毛发颜色与周围环境相似的特点，成功骗过了东北虎。这也体现了动物在长期的生存竞争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生存智慧和适应策略。喜鹊是一种有趣的鸟类，被称为建筑大师。它的窝虽外表不佳，但内部舒适，食性较杂，既是益鸟也是害虫，爱吃昆虫、小型爬行动物、植物种子和果实，常偷吃庄稼和水果。为防止喜鹊偷吃，人们使用防鸟网和防鸟刺，但喜鹊不仅不怕，还偷防鸟刺建巢。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巢中有1500多根防鸟刺，它们还会利用铁丝等材料。巢穴选材讲究，喜鹊建巢耗时数月，一般选择高大乔木，由雌鸟建造，雄鸟运输材料。巢有80厘米高，内部有细软树枝、棉絮和羽毛，出入口在侧面，外面还有抵御天敌的乱枝。澳洲鸵鸟为什么是公鸟孵蛋？澳洲鸵鸟也就是耳苗，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开阔草原、疏散丛林和半沙漠地区，那里环境恶劣，气候多变。雌鸟产蛋时会消耗大量体力，一次可产7到13枚蓝绿色卵，每枚卵约重580克。产完蛋后，雌鸟身体虚弱，需要补充能量恢复体力，因此由公鸟承担孵蛋任务。公鸟孵卵期长达58到61天，在此期间，公鸟几乎不进食，靠体内脂肪储备维持生命。而雌鸟在公鸟孵蛋期间会与其他雄鸟共组家庭，主要是为了提高繁殖成功率。一只雌耳苗在一个繁殖季可产3窝蛋，分别由不同雄鸟孵化，这样能使更多卵得到孵化机会，增加后代数量，并且雄鸟还会收养流浪雏鸟，这种行为也有利于种群的繁衍。我国有一种特别的雪山神羊，能把名贵的雪莲当饭吃，它就是中国岩羊。岩羊主要生活在中国西北及青藏高原等地，体长约 1.3 米，肩高 0.8 米，有山羊般的大脚，浑身呈青棕色，皮毛就像天然的防护衣。岩羊以高山荒漠植物和灌木枝叶为食，食物匮乏时会到悬崖峭壁上找食物，如藤蔓、矿物质、雪莲等。岩羊能在悬崖上奔跑跳跃，因其蹄子可减少接触面积，脚趾能分开，前端细小处还可插入石缝中，并且腿部粗壮有力。它们攀爬不仅为了食物，还可以用于求偶、躲避天敌等。但岩羊攀爬不能回头，否则就很容易摔死。岩羊曾是保护动物，80年代贺兰山岩羊濒危，然后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才让其数量得以增加，但岩羊多了，植被却减少，人们便又引入了雪豹来控制其数量，促进生态平衡。期待未来当地的生态能够自愈，